下界也就是地狱，在 1.16 版本之前非常单调，整个地狱就像一个巨大的红色溶洞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内容。所以在后来的更新中，下界又更新出了头皮屑峡谷之类的环境，以及一堆新的生物。但早在那之前，就已经有模组对下界进行了改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和昨天那期更好的末地差不多的模组，更好的下界。同样是给下界添加了更多的生物群系，让这里显得不再单调。现在这个模组在 1.16 版本中也可以使用了，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由于下界开光影比较刺眼，这里我就用原版画质给大家展示吧。首先在我们地狱的顶上，到处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藤蔓，不同的藤蔓有不同的属性，有的藤蔓可以发光，像这个眼球块藤蔓打掉之后可以掉落粘液球。而在地狱的顶上，除了藤蔓以外，还有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埋藏宝藏的地方。在这个里面通常会有个箱子，被地狱油块包裹起来，中间可能会有钻石之类的稀有物品。那下面介绍一下地狱地表的生物群系，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地表的森林，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树木，刚刚那个是宝红木，这边的这个是下界柳树。相比原来下界的两种巨型菌类，现在的种类要更多了。这里是下界的骨头地，在这里有很多白色的骨头，这里骨头的形状大致相似，有点像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生物，名字叫做纳迦。这个纳迦并不是暮色森林里面那个纳迦，它有点像下界凋零骷髅和某些蛇类组成的生物。另外一种生物群系是下界沙漠，但这个沙漠并不是真正的沙漠，而是由沙粒组成的，上面还有些下界仙人掌。下面一种生物群系是真菌地，这里有很多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真菌。除了这个我们可以在主世界见到的红色蘑菇的巨型版本，还有这个下界冷杉固木，以及这个看着就有点恐怖的霉菌。这些菌类都有各自不同的用途，比如这个霉菌打掉之后可以掉落蘑菇柄以及线，这个蘑菇柄可以分解成木板，制作各种和原来主世界差不多的工具。这个世界里还有几个其他的生物群系，但是比较多，所以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给你们看几个生物群系里面的东西吧。比如说这个丛林里面的臭蛋，我们采到这个臭蛋花之后会获得一个中毒的效果。这些生物群系中还有很多不同的钟乳石，比如说这个萤石钟乳石，它的掉落物可以直接合成一块萤石。类似的还有古钟乳石、黑石钟乳石以及玄武岩钟乳石等等。另外在这个世界里还有类似村庄的地方，这个村庄有很多花里胡哨的房子，只不过一个村民都没有，就单单是房子而已。在这个房子里面可能还会刷出一个方块，有点像重生锚一样，它的名字叫做重生雕像，我们只需要放入4个萤石就可以在这里记录重生点了。那么除了方块、生物、地形等等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世界的矿石吧。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矿石是一种叫做星星纳金的矿石，然后还有一个红宝石以及青金石。青金石我们主世界有就不说了，红宝石可以做一套红宝石套装以及武器，品质大概和铁差不多。然后这套星星纳金制作的装备比较酷炫，不过效率只有金这么高。在工具方面，我们是可以通过钻石来给它升级的，比如我手上这把镶钻星星纳金剑，只用2个钻石就可以升级了。如果是镐子的话，它会有钻石的挖掘等级以及金子的速度。然后下面是几种这个模组里面的生物，第一种是萤火虫，这个萤火虫是一种无害的很可爱的生物，而且可以发光。然后下面一个是氢气水母，这个氢气水母不会主动对我们攻击，但是我们碰到它之后是会受伤的，并且如果攻击到它，它就会发生爆炸，爆炸的威力相当大，甚至可以直接把这个房顶给炸穿。然后这个是浮蛛，是由猪和蝙蝠组合而成，有的时候会变成地狱油浮蛛，击败之后可以掉落地狱油。然后这个是丛林骷髅，和凋零骷髅有点相似，但是没有凋零效果。然后最后这个是一个我不会读的生物，你们会读的可以把它发在弹幕里面。它会在地狱任意飞行，像是一个凋零骷髅头一样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更好的地狱模组了。由于内容比较多，所以可能介绍的比较乱，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试玩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